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民国第一恶少》故事解说。故事发生在19世纪初的龙国，彼时天下局势动荡不安，大地烽烟四起，各地军阀割据一方，战火连绵不断，导致民间生灵涂炭，百姓流离失所。心怀不轨的洋人趁龙国内乱之际大举入侵，致使山河破碎，国土飘摇，街头巷尾随处可见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。与底层百姓的苦难生活形成极致反差的是，千里之外的沪海十里洋场依旧灯火霓虹，纸醉金迷，城内歌舞升平，一派奢靡浮华的乱象。沪海城内的大世界歌舞厅正值热闹之时，街头传来叫卖的报童声响，高声吆喝着沪海第一女星小蝶姑娘当晚登台演出的消息。歌舞厅内，工作人员见到前来的陈少，连忙上前热情招呼，客气地邀请陈少前往楼上包间落座。谁知陈少径直走向舞台，态度嚣张跋扈，直言自己仰慕小蝶姑娘许久，要求小蝶下台陪自己喝酒。一旁的工作人员连忙打圆场，告知陈少小蝶姑娘稍后还有演出任务，打算另行安排其他姑娘招待，以此平息事端。可跟随陈少而来的随从立刻厉声呵斥，质问工作人员是否敢教陈少做事，气场强势逼人。危急时刻，在沪海颇有身份地位的秦母爷出面，主动开口提醒陈少，做事应当把握分寸，不要太过过分。陈少佯装听不清话语，态度愈发蛮横，让秦母爷将方才的话再说一遍。气氛瞬间变得紧张。短暂对峙后，陈少再度看向小蝶姑娘，放低姿态询问小蝶是否愿意给自己一个面子。迫于现场的压力，小蝶只能顺从应允。陈少见状十分得意，自称自己并非坏人，只是慕名前来欣赏小蝶。随后夸赞小蝶酒量出众，豪气宣布当晚歌舞厅的所有消费全部由自己包揽。与此同时，大帅府内，大帅正满心怒火，气急败坏。他刚刚得知三大帮派竟敢公然参与自己为女儿颖儿筹办的招亲选拔，甚至还将此事登上了报纸，丝毫不将自己放在眼里。愤怒之下，大帅当即下令，命老赵立刻带兵前去剿灭三大帮派。身旁的下属连忙出声劝阻，劝说大帅切勿冲动行事。下属向大帅分析局势，告知三大帮派背后有东洋人撑腰，若是贸然出兵围剿，极有可能引发大规模战事。除此之外，前方战事早已失利，北边的两支正规军更是不战而降，直接将3座省份的土地拱手让给了东洋人，让龙国颜面尽失。随后下属宽慰大帅，军中依旧人才济济，必定能选出得力良才，领兵收复失地，重振龙国国威。大帅听闻此言，心中稍稍平复，暂且压下了出兵的念头。时间回到大世界歌舞厅，楼下围观的百姓看着台上的场景，纷纷低声议论，都觉得小蝶姑娘被兵痞出身的陈少盯上，今晚必定身处险境。有人小声询问这名兵痞的身份，身旁之人连忙劝阻其小声说话，生怕引来祸端。同时告知众人，此人是已故军长陈晓的儿子陈金，也就是沪海城内出了名的恶少，性情乖张，行事霸道。有百姓看不惯陈少嚣张跋扈的模样，忍不住小声吐槽，质疑这便是世人所说的功勋之后，言语间满是不屑。旁人连忙制止，提醒此人不要随意议论，以免被陈少听到招来杀身之祸。众人随后闲聊起陈金的身世，知晓他身世凄惨，父亲陈军长战死沙场后，家中便遭遇窃贼洗劫，窃贼不仅盗走家中大量钱财，还残忍杀害了陈金的母亲。众人纷纷感慨，所幸陈金的二叔一家心地善良，尤其是二婶对陈金极尽宠溺，几乎将他当作祖宗一般呵护纵容。但也有人直言，这般过度宠溺并非好事，若是陈金的母亲尚在人世，必定会严加管教，督促他上阵杀敌，建功立业，而非终日游手好闲。大帅身旁的小虎看着眼前声名狼藉的陈金，又想起大帅口中的军中良才、功勋之后，内心满是失望与质疑。他直言，若是军中将士全都如同陈金一般纨绔无能，一无是处，那后续的战事根本无需比拼，不如直接将大帅的女儿嫁给这些败类。言语间满是嘲讽，直言这般子弟只会给军队丢人现眼。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，青龙帮的人马突然闯入大世界歌舞厅，行事蛮横霸道，直接驱散场内人群，要求在场所有人每人交出1块现大洋保命，肆意在歌舞厅内寻衅滋事，敲诈勒索。秦五爷见青龙帮众人仗势欺人，肆意作乱，当即厉声斥责，直言青龙帮投靠东洋人，沦为外人走狗，竟敢在自己的地盘肆意胡闹。随即下令手下众人上前，将青龙帮众人尽数拿下。双方瞬间爆发激烈打斗，青龙帮众人虽有几分身手，
但终究不敌秦五爷手下的人马，被打得节节败退。打斗过后，秦五爷看着场内乱象，又看向一众地痞流氓，满脸不屑，将后续收尾事宜交给身旁的小胡处理。大帅随后赶到现场，看着作乱的青龙帮众人，心中满是愤慨。混乱之中，暗中突然有高手出手，瞬间击毙多名青龙帮核心成员，出手干脆利落，实力极强。小虎亲眼目睹全程，连忙向大帅禀报，称此次出手的并非自己，而是另有高人暗中相助，且这位高人的实力远超自己，与自己不相上下，甚至更胜一筹。小虎随即猜测，此人大概率是民间专门对抗东洋势力的清风社成员。传闻清风社社长青海峰实力超凡，盖世绝伦，是一心为国的江湖义士。大帅听闻后并未全然当真，只当是民间流传的虚妄传说，并未放在心上。在他看来，当下最重要的事情依旧是为女儿颖儿举办的招亲选拔。看着军中尽是陈金这般纨绔无能的子弟，大帅心中满是忧虑，深知若是军中将士皆是这般模样，根本无力对抗依附东洋人的三大帮派。随即带着众人转身返回府邸，同时吩咐手下小胡，日后务必好好整治乱象，震慑恶人。大帅府内，大帅的女儿颖儿性情刚烈，因心中愤慨与父亲发生争执。颖儿知晓前线无数战士惨死在洋人手中，而三大帮派依仗东洋势力肆意作乱，还公然参与自己的招亲选拔，意图混淆视听。他不满军中竟是陈金这般贪生怕死、不学无术的废物，直言若是让这些无能之辈参选，一旦比试落败，不仅会折损龙国颜面，也会让自己日后难以自处。颖儿郑重表明心意，无论如何，自己绝对不会嫁给依附东洋的外人，此生绝不背弃家国。大帅连忙安抚女儿，告知他龙国地大物博，人才辈出，并非所有军中子弟都如陈金一般不堪。此次招亲选拔必定能选出顶天立地的栋梁之才，不会让女儿失望，也不会折损国家威严。颖儿性格执拗，大帅放心不下，连忙吩咐手下小胡紧随其后，贴身保护，万万不可让女儿一时冲动闹出意外。另一边，颖儿的手下很快传来消息，告知颖儿清风社当晚将会展开行动。得知心心念念、苦苦寻觅许久的清风社终于有了踪迹，颖儿心中大喜，当即决定立刻动身前往探寻。身旁的随从满心疑惑，不明白小姐深夜为何执意外出，只能紧随其后。与此同时，陈家府邸内，一场激烈的争执正在上演。陈金的二叔怒斥陈金仗着家世有钱有势，在外胡作非为，肆意妄为，彻底丢尽了陈家的脸面。面对二叔的斥责，陈金满心委屈，极力辩解，直言自己并未做错任何事。就在二叔怒气未消之际，陈金的二婶连忙上前护着陈金，劝解陈二叔不要过分苛责孩子。二婶表示人各有志，陈金本就不喜欢舞刀弄枪、征战沙场，没必要强行逼迫。可陈二叔依旧怒火难平，直言陈金是陈家子嗣，身负兄长遗志，理应继承先辈风骨，保家卫国，整日无所事事，吃喝玩乐，实属不堪造就。一旁的陈家子弟也纷纷附和，嘲讽陈金身为兄长，不仅毫无作为，甚至不如家中旁人，在陈家之中，哪怕是庸碌之人也比他要强。二婶见众人纷纷指责陈金，当即出言维护，细数陈金父母早亡，身世可怜，自己一手将他抚养长大，若是自己再不偏袒呵护，这孩子便再无亲人疼惜。二婶坦言，身处乱世，他别无他求，只希望陈金能够平安顺遂，安稳度日。可陈二叔并不认同这番说辞，他直言乱世之中，唯有实力方能安身立命，没有过硬的本领，根本谈不上平安喜乐。怒斥陈金就是朽木之才，终日贪图享乐，丝毫没有其父半分家国大义与过人本事。盛怒之下，陈二叔当即下令，让人将陈金带入房间禁足，让他闭门反省过错。陈金满心不甘，不愿跪地受罚，闭门思过，却终究无力反抗，被下人强行带走。二婶看着委屈的陈金，满心心疼，连忙安抚他，承诺会继续向二叔求情，拼尽全力护他周全，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分毫。同时叮嘱看守下人严加看管，不准陈金踏出房门半步。待众人散去，四下无人之后，二婶一改往日温柔护短的模样，神色冰冷。原来多年的宠溺与维护，都是二婶刻意伪装的假象。她默默隐忍17年，心中暗藏算计。随后有下人前来禀报，告知二婶陈金已经不见踪迹。二婶并未慌乱，反而淡定吩咐下人不必找寻，又叮嘱前来传话的人，老爷即将到来，
众人速速撤离，同时暗自下定决心，定会亲手拿捏陈经，绝不允许他阻碍自己的儿子继承陈家祖业与勋位。而悄然离开府邸的陈经，心中自有盘算。他深知母亲含冤而死，身世悲凉，想要为母报仇，重振家门，就必须收敛锋芒，示弱藏拙，唯有隐忍蛰伏，暗中蓄力，等待最佳时机，方能一举成事。正当他暗自思索之际，意外撞见东洋人马阻拦去路。这群洋人强行扣押龙国药品，肆意横行，欺压国人。陈经见状，怒不可遏，当即厉声呵斥一众东洋人居多，勒令他们立刻让路。东洋人马见状十分嚣张，嘲讽龙国人都是废物，非但不肯让路，反而直接挥拳动手，大打出手。陈经身手矫健，实力过人，凭借精湛的武艺奋力突围，一路奋勇拼杀，冲出包围。混乱打斗之际，暗中出手相助的高人悄然现身，实力强悍，瞬间震慑全场，化解了危机。众人纷纷确认彼此无碍后，高人叮嘱众人分头撤离，尽快将珍贵药品安全送达目的地。随后便打算转身离去。颖儿恰好赶到现场，一眼认出这位暗中相助的高人，当即上前拦住对方。颖儿主动自报身份，表明自己是大帅张作凯的女儿，坦言多年前曾承蒙这位高人救命之恩，这份恩情自己此生从未忘怀，铭记于心。随后颖儿向对方诉说心中忧虑，告知父亲为自己举办招亲选拔，本意是遴选军中良才，振奋军心，保卫家国。可如今军中子弟大多如陈经一般庸碌无能，贪生怕死，难堪大任。颖儿深知自己的婚事关乎龙国军心与家国颜面，于是大胆恳请这位实力超群的高人参与招亲选拔，同时表明心意，无论对方是否应允参选，自己此生的择偶标准便是这般顶天立地、心怀家国的热血男儿。面对颖儿的恳切挽留，高人并未回应，转身便要离去。颖儿不肯放弃，出言邀约对方比试枪法，直言龙国之内无人敢与自己比拼枪法。可几番比试下来，颖儿无论是枪法还是近战，都远远不敌对方，全程被稳稳压制。高人无心纠缠，厉声警告颖儿切勿继续跟随自己，否则便会出手相向。随后径直离去。次日，军中众人纷纷议论即将到来的大帅千金招亲选拔，满心期待军中子弟能够脱颖而出，为国争光。就在此时，浑身带伤、狼狈不堪的小虎匆匆赶来觐见大帅。大帅见小虎伤势严重，连忙询问缘由，疑惑何人敢在护海境内重伤自己麾下猛将。小虎强忍伤痛，激动地向大帅报喜，直言小姐有救了，护海有救了，龙国也有救了。大帅只当小虎伤势过重，神志不清，依旧满心疑惑。小虎随即告知大帅，重伤自己的人并非旁人，正是外界口中声名狼藉、庸碌无为的陈家大公子陈经。大帅听闻此言，满脸震惊，全然不敢相信，从未被自己放在眼里的纨绔子弟，竟然拥有重伤军中第一强将小虎的实力。小虎连忙向大帅解释，自己与陈经意外相遇，交手切磋，双方大战数个回合，始终难分高下，最终是陈经略胜一筹，更占上风。大帅这才恍然大悟，意识到自己一直看走了眼，陈经多年来的纨绔无能，皆是刻意伪装的假象。心中疑惑之余，大帅猜测陈经刻意隐藏实力，必定是有难言之隐，身不由己。思索过后，大帅当即下达命令，传令陈家两兄弟次日必须准时参加招亲选拔。深夜，陈家接到大帅传来的指令，负责传话的老赵深夜致电陈家，通知陈副旅长，大帅下令陈家两位公子次日必须一同参与招亲比试。陈副旅长听闻后十分诧异，连连质疑，直言陈经连枪都握不稳，毫无军人风范，根本不具备参赛资格，根本无法参与选拔比试。老赵态度坚定，告知这是大帅亲自下达的命令。大帅对陈家两位公子寄予厚望，不容推辞。挂断电话后，陈副旅长立刻叮嘱次子陈斌，此次选拔务必全力以赴，代表陈家颜面，争取出彩，千万不可懈怠丢人。陈斌自信应允，让父亲放心。一旁的陈经见状，连忙开口询问自己是否可以先行回房休息，却被父亲厉声回绝。陈副旅长告知陈经，大帅的命令涵盖陈家两兄弟，他也必须参加次日的招亲选拔，今晚注定无法休息。陈经满心无奈，颇为委屈，向二叔哭诉，弟弟终日刻苦习武，能力出众，参赛理所应当，而自己终日吃喝玩乐，毫无本事，参赛只会丢人现眼。二叔心中也十分清楚，陈经此番参赛凶险万分，
比武场刀枪无眼，以众人对陈金的刻板印象，以及场上激烈的比拼氛围，陈金此番上场大概率不死即残。即便心中知晓利弊，二叔也只能恨铁不成钢地斥责陈金庸碌无能，难堪大用，连弟弟的半分本事都比不上。二婶见状，依旧温柔安抚陈金，劝解他不要将长辈的苛责放在心上。陈金乖巧应下，心中却暗自感慨时局无奈。次日，招亲选拔正式开启，现场汇聚了军中众多子弟与各界人士，场面盛大。众人落座后，看着姗姗来迟的陈金，纷纷出言嘲讽。有人直言这便是护海出了名的废物少爷陈金，没想到他竟然敢前来参加选拔。更有人嘲讽陈金登台之后依旧只顾吃喝，毫无军人仪态，属实丢人现眼。陈副旅长看着侄子的模样，满心尴尬，颜面尽失。在场的其他官员也纷纷调侃陈副旅长，嘲讽他亲手教出这般庸碌无能的后辈，实在可笑。直言陈金的手只适合端酒杯享乐，根本不配持枪报国。二叔看着满身非议的陈金，满心愤怒，当众斥责陈金仪态尽失，丢人现眼。二婶依旧出言维护，称陈金能够鼓起勇气前来参赛，已然十分难得，有弟弟陈斌坐镇，无需过度担忧。即便众人嘲讽不断，二婶依旧轻声安抚陈金，让他放宽心态。众人依旧满心疑惑，纷纷回想小虎昨日所言，始终不敢相信众人眼中的废物陈金能够重伤军中猛将小虎。不多时，大帅携一众高层抵达现场，全场瞬间安静下来。大帅登台之后，当众致辞，细数近年龙国战乱不断，局势动荡，外敌入侵，国土沦陷的苦难现状，直言驱逐外敌，守护山河是每一位国人的责任与担当。随后表明自己为女儿颖儿举办招亲选拔，目的便是遴选军中强者，振奋军心，扬我国威。台下众人纷纷鼓掌附和，士气高涨。台下众人纷纷议论，听闻大帅千金颖儿深居简出，文武双全，容貌绝美，不少年轻子弟都心生向往，甘愿为之一搏。不多时，颖儿盛装登场，气质出众，惊艳全场。众人纷纷行礼致敬。颖儿的随从低声提醒颖儿，场上众人之中便有素有废物之名的陈金，还当众细数陈金的糗事，称往年军中比武，陈金连枪靶都无法击中，纯粹是滥竽充数。此次能够参赛，大概率是走了后门，登台也只是徒增笑料，丢人现眼。颖儿目光扫过全场，淡然表示，若是场上子弟皆如陈金一般玩世不恭，庸碌无能，自己断然不会应允婚事。大帅见状，笑着让女儿静观其变，拭目以待。随后大帅正式宣布，招亲选拔比试正式开始。首轮比试为蒙眼组枪打靶，考验选手的枪法功底与心理素质。场上众人全神贯注，认真比拼，唯有陈金举动怪异，格格不入，引来全场围观与嘲讽。众人纷纷调侃陈金是来赛场搞笑的，根本不配参与比试。有人厉声呵斥陈金举止失态，丢人现眼，质疑他毫无军人模样。还有官员当众调侃陈副旅长，质问其是否亲手教出这般无能后辈，让陈家颜面尽失。众人看着陈金笨拙的动作，纷纷吐槽他虽摸到枪械，却毫无章法，属实废物。无人知晓，此刻的陈金内心早已思虑周全，暗藏深意。他深知自己寄养在二婶名下，二婶身为总参谋长之女，背后势力庞大，暗藏野心。自己若是此刻展露全部实力，必定会引来冯家势力的疯狂打压，届时不仅自身难保，还会招惹无尽祸端。为了隐忍蛰伏，规避风险，陈金只能刻意示弱，故意藏拙。思索过后，陈金直接举手投降，主动放弃首轮比试。全场瞬间哗然，所有人都未曾见过有人在赛场之上向自己人投降，纷纷大笑嘲讽。陈家众人更是颜面尽失，弟弟陈斌满脸无奈，二叔更是怒不可遏，当众呵斥陈金，质问他明明身怀实力，却屡屡示弱摆烂，究竟意欲何为？二婶连忙再次出面维护，为陈金辩解求情。全场众人纷纷笃定，此次选拔